人生总有跌到谷底的时候，口袋空空，电话簿里找不到一个能帮忙的人，亲友看到你就怕，露出不屑的眼神，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少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人生似乎看不到希望。这时候别绝望，犹太人有一个关于烂香蕉的古老智慧，或许能成为你翻身的救命稻草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要怀抱正念。正面的想法会将你带到不一样的地方，立刻为你转换平行时空。这是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的。烂香蕉的故事是这样的：当水果摊把长斑变黑的香蕉当垃圾丢掉时，犹太商人却把它们捡回来。他知道刚烂掉的香蕉最甜，直接卖是肯定不行，但他把坏掉的部分切除，将完好的果肉捣碎，做成香甜的烤香蕉蛋糕或冰品。这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，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。很多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眼光被标准给框住了，只看得到表面的瑕疵，而富人思维的起点，往往是从别人弃之如敝屣的地方，看见了转化的可能。当你身无分文，抱怨是完全没有产值的行为。卖坏香蕉的智慧在于，它不需要高昂的进货成本，它用加工这个动作，赋予了廉价原料新的生命。这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生存艺术，提醒我们在资源匮乏时，创意与执行力才是最硬的货币。只要你愿意动脑筋，你的技能、时间，甚至是你吃过的亏，都能成为变现的筹码。别说你没本钱，一个灵活的脑袋，就是上天给你最丰厚的创业基金。也别说你脑袋不好，有时你只是放弃了，什么都没想而已。试着多花点心思，站在客人的角度看商品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认知重构，意思是用不同的框架去看待同一件事。那根发黑的香蕉，在一般人眼里是腐坏，在高维度思维里却是糖分最高、香气最浓的时刻。当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其实你拥有着别人没有的无所畏惧。你不用瞻前顾后，比别人更自由。这正是你触底反弹的最佳时机，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，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。把你的低谷期看作是累积能量的蛰伏期。回到现实生活，你的坏香蕉可能是刚失败的事业，不再年轻的年纪，或是被人瞧不起的经历。别急着把它们藏起来，试着去修剪它不足的地方，转化它。那些不堪的经历，往往能提炼出最动人的故事，或是让你具备别人没有的同理心与韧性。只要懂得包装与转化，你的过去将不再是重担，也可能是黄金。很多时候，人犯错是因为他根本不明是非，他不知道这样是不好的，所以才一直做。如果这时这个人不肯承认错误，也不想改进，那他的歹命就定型了，很难改了。如果你能看到过往的问题出在哪，就有可能改命。人生最可怕的破产，不是银行账户归零，而是心灵的贫瘠。犹太人的智慧之所以传承千年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有钱，而是他们懂得在绝望的石缝中找水喝，在荒芜的沙漠里开出花。当你觉得走投无路时，请记得那根烂香蕉，它原本是要被丢进垃圾桶的，但经过转换，它变成了深受欢迎的甜点。我们的人生也一样，也许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觉得自己像个没用的废品，但请相信，这只是暂时的卖相不好，你就能将自己重新加工，端出一盘让世界惊艳的佳肴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手里拿到一副好牌，而是能把一副烂牌打得风生水起。别让现在的困境定义你的未来。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手里剩下的东西。洗净铅华，重新上架，你依然是无价之宝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，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。犹太人的坏香蕉思维教导我们，
透过转换视角，将被视为无用的劣势转化为独特的优势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发现机会。当资金匮乏时，创意与执行力是最大的资产，不需高昂成本。透过加工与转化，将自身的精力、技能或看似无价值的资源重新赋能，创造出新的价值。一无所有意味着无所畏惧，这是触底反弹的最佳时刻。将人生中的失败与挫折视为累积能量的过程，切除自怨自艾，利用仅存的优势重新出发。